你们竟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哼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圣德，唐昭。你的灵力当中，怎么会有花精族之灵？记住，他们皆因你而死，你活一日，周围人永不得安生。你真是疯了！我已经恢复了天界的记忆，我自然也可以用天界的仙法对付你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一切都无法回头了。你杀我全族，残害帝君，挑唆我与芷溪反目成仇，你害我2次上天星台，今日我便让你一并偿还！为什么我苦修千年，化形成仙，本可仙途无忧，扶摇直上，却为帝君因爱生恨，最终落得个不仁不妖、灰飞烟灭的下场。
天然作父？难道我一开始便都错了吗？我丢了半颗心，将臣丧了整条命，而你罪有应得。颜淡啊，颜淡，你真没用。无论是天界凡间，你竟都爱上了他。我虽然暂时压制住了他外溢的仙力，但是他仙衣破损严重，恐怕也撑不了多久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到第4件神器，或许才能有所好转。可是3界茫茫，我们去哪儿找？我可以救他。邪神之力都无法修复，你要拿什么去救？如果不是我拉着他去川上划船，他也不至于会如此。我自己惹的事情，我自己负责。放心吧，我浑身上下都是药，我一定能有办法的。况且，这凌霄派未来掌门人的人情，我要定了。我们2个在外面守着，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唤我。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去给我做个宵夜。等我大功告成了，我们一起吃。走吧。颜淡，若有事随时唤我。为何到最后，终究是我想起来你，而你却忘记了这一切？罢了，反正你也欠我这么多了，那就一直欠下去吧。颜淡，你为了救我，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不过是几片花瓣而已。你既然醒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圣德呢？方才你打斗，可有受伤？楚墨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神器，我用它已经除掉圣德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原来你这么厉害，往日真是我小瞧你了。叶檀，方才在船上的那些话，方才我想问的问题，我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。叶檀，你给了我你的心头血，
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？那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？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，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？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？你怎么只有半颗心？另一半去哪儿了？这东西竟然从天上跟到了凡间，真是因缘际会，命运难避啊！林青，我特意给你做了宵夜，趁热吃了吧。不用了，雨墨，我方才救唐周的时候有点太累了，我想早点睡了。你刚才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你已经面无血色了。你到底是怎么救人的？如果你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想办法好吗？真的没事儿，我只是薅了几片我的花瓣而已，我睡一觉就没事了。等唐周好了以后，我得好好使唤他，让他还我点灵力才是。好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上一次我能够忘记，这一次我一定能。我们当真有缘，没想到又遇见了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可好？过得挺好啊。那你如何又来到了此地啊？还不是你这忘川水的效果实在太差了。明明已经顺利渡川，忘记了前尘，这如今又都想起来了。我独守夜忘川万年，每个渡川者于我而言都是过客，唯有你，伴了我800年。我在心里早已把你当成我唯一的朋友。有些事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。
我带着所有的记忆，又重活了一次。你既然可以放下我，我也一定可以放下你。即使忘不掉，我也要断情绝爱。严丹，莫要太伤心了，姻缘帝君并非无情，他也是没办法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爱他了。我只想为自己而活。谢谢你，以藏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严丹，这身打扮怎么样？啊，那个，我不会下棋，我知你艺术超群，你可否教我？我以后不会再下棋了。那个，以前你最讨厌这个不离所了，今日我教你此术。若你不开心了，便可以用它来教训我。唐周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还有，我非常讨厌你这身衣服。若以后你再敢穿着它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见一次烧一次。柳岩，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？那个严丹，你别误会。这个衣服是柳维阳选的。哎，严丹，严丹，我说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并非一时兴起。这只橙花簪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你手里，这就是我们的缘分。沉香早已燃尽，就算有缘，我们终究还是无分。就算真的是我一厢情愿，你也要毁了他们。难道你从未对我有过一丝心动吗？严丹，你清醒一点，他不可能永远是唐周，他早晚会变回那个冷酷无情的帝君应渊。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没有。明日我便会离开神霄宫，还请你将这不离镯解下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可我不想让你离开。长痛不如短痛，
解开吧。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寸步不离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转月球，山海无路万行舟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人杯酒烟火岸上留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。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。再开人厮守。多谢。叶檀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，只做朋友，可好？你的记忆里有不离所，难道你的过去与我丢失的记忆有关？没有，我曾经也在天界待过，但那个时候。你是高高在上的帝君，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仙士。你我之间从来毫无关系。如今你有法环的禁锢，来日你有天条的禁锢。你不要忘记了。你此次下凡，只是来历练，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我不愿意做神仙，我只想留在这里。900年前，夜望川边，我一直都在等这句话，而现在，一切都太晚了。你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你现在是凡人唐周，等到有一日你变回了帝君，你便不会这样选择。做不到的事情，不要轻易许诺。我的帝君回忆是如何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我身为帝君时，若遇见你，也必定会爱上你。即便你恢复了记忆，我还是会选择和你在一起。
原来唐周根本不是火德，他竟然就是应元帝君。我本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打打闹闹下去，日久天长，永不分离。没想到你还是宿命般的遇见了他，而我还是晚了一步。元旦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不走，都是假的。你能骗得过他们，但是骗不了我。只是没想到，你连船都准备好了。别这么伤感嘛，我走了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以后会回来常看你们的，我也会回来看你的，雨墨。你用的是回，不是去。这世间，只有家是用来回的。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曾经只是自己一个人。现在在你的心里，你早已把大家当成了一家人。你这么离开，舍得大家吗？他们喜欢的是以前无忧无虑的我，如今的我只会给大家徒增不快罢了。颜淡，你不能这么说。你这么说不但看清了大家，也看清了你自己。你知道你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吗？好，既然你去意已决，把他带在你身上，我会心安些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没有了一眼，你的九旗之力便会不稳。一个堂堂的山主，总是闭关修养，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无所谓。当初我寻遍凡间都找不到你，我用他和将臣交换了你的下落，才寻到的你。既然你要离开，那这个当初许你的一眼便再无意义。我留着他又有何用？你疯了！一眼怎么能说扔就扔呢？唐师兄，上去！颜淡，唐师兄，这竟然是真的！你们前来，
是受掌门所命。镇妖链无故震动，掌门说，他与掌门法环同为镇派之宝，互相感应，若生异动，定是你动了凡念。我们谁也不信。师兄，那个人是谁？难不成是颜淡？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走，为何还要帮我捡回来？你知道我要走，你还故意把一言往水里扔，你不就想让我走得不安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以为你根本就不会在乎。你以为我不会在乎？在你的心里，我就是那种连我至交好友的好物都无所谓的是吗？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，反正一言我找回来了，留也罢，扔也罢，你自己处理吧，我不再管了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丢了。真的是他。是为有负师门所托。这法环可是要现在拿走。掌门只是命我们把你带回去。唐师兄，掌门如此倚重你，只要你好生认错，不再犯戒，他一定能原谅你的。若是我不认错呢？掌门若要罚我，罚就是了。可是今日，我不能跟你们一同回去。你们放心吧，掌门知道你们二人拦不住我，不会责难你们的。待送颜淡安全归家，我定会回去领罚。师兄，你与他相识不过数月，为了他，违背师门意愿，可值得？值不值得，为心所愿。你呢？你怎么了？可是受了风寒。我没事。云淡，玉破冰禅，你可知你在干什么？是掌门命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去的，我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。玉破冰禅之毒于妖无解，于人却无大碍。师兄，只要你跟我们走，我立刻将解药给你。师门传授的杀妖之物，不是让你用在人身上的。我们凌霄派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解药交出来，交出来！唐师兄，快去给颜淡解毒吧。若下次再有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走着出去，抱着回来，还是山主有本事啊！这只妖落水片刻就染上了风寒，怕是也不简单呢。哎，你说这熬了一晚上的药喝了都没好，这不是要照顾一晚上？颜淡姐姐怎么了？不知道。服药之后，寒气竟比以前更重了，灵力输入她体内，一入丹田，便如滴水入川，化为无形。莫非她是中了？这寒气淤塞之象，我曾见过，确是玉破冰禅所为。此冰禅是极稀有之物，神霄宫地界从未出现过，不知是何时游入了江中，咬伤了颜淡。这个冰禅很厉害吗？颜淡她究竟怎么样了？玉破冰禅，其毒甚烈，会令妖遍体生寒，直至躯体成冰，无药食可解。刘未央，你可否帮我护法，
我将严旦体内寒毒引入我的体内。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。玉破冰蝉毒性虽强，但是以我体内一眼之力，未必不能炼化。大家也不必担心。那就让我来。你为严旦收了这么多灵力，此刻身子还没我强健呢，区区寒毒而已，交给我。紫菱，还是让我来吧。我和严旦情同姐妹，要分担也是我分担。紫菱天天和严旦不对付，哪配和我抢啊？我也要来。我们狼族毛厚，从不畏寒。我的毛更厚，让我来替严旦姐姐。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先替严旦谢过大家，但严旦中毒皆因我而起，若让你们代受，我怎能心安啊？不过你们放心，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去做。什么任务？严旦的腰缘被冰封，无论是想饮毒，还是疗伤，都需要先融冰。我和柳微阳先护住他的躯体，让他的寒气不在身体内扩散。你们去找一些炭火，烧得旺些，让他的身边日夜暖流不断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不用去了。这位便是严旦长提起的陶姑娘。方才我去厨房烧火炉，碰巧遇见陶姑娘。原来她一早就准备好了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没想到你准备的这么周到，谢谢你啊。方才你们所说我都已经听到了。我原以为严旦只是染了风寒，才特意准备这暖炉。以他现在的情形，炭火远远不够，只怕你们还得去寻另外一样东西。莫非是指熔岩？正是。熔岩？什么熔岩？取巨山无崖洞，洞中有万年不灭之火，火中取石，是非熔岩。这破地方热得跟鬼一样。怎么，活得不耐烦了？你要把自己烤熟了尝尝味道。不是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连我都怕被它融掉半个身子。你真不要命了？我当然要命，因为有人在等我。哎，别！如此色灵之婚，还真是不如我上一任主人。你看看人家，好歹人家爱上的是一位神女，你看看你，竟为了一个多番拒绝你的小花精这般疯狂。你再废话，我就将你打回剑庄。让开！你小心点儿，别烧烂了手。日后再有握不住剑，我可不想跟你啊。你竟然用帝君神器来储存此物，你简直暴殄天物！天上人间，他爱上这小花星2次。唉，他与严丹的前尘纠葛，能瞒一日便瞒一日吧。
你终于醒了。桃姐姐，我怎么又回神霄宫了？怎么这么热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熔岩。前日你被玉破冰蝉咬伤，中了寒毒，于墨送你回来休养，所幸有他，才得以驱毒。其他人呢？啊，紫菱和琳琅还有百灵，在去寻熔岩的路上。这个不就是熔岩吗？是。进入屈巨山，需踏7重烈火，才能取得熔岩。以他们之力，一日最多只能过1重。他们出发不过2日，这块熔岩，京城不知是谁，将它放在神霄宫门外。我去了信，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。颜淡，你的妖元刚刚恢复，莫再费神了。我现在就将你体内寒毒引出来。行了，不用了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小花精了，我习得了火术，再加上曾学过的仙法，这点毒我可以自己解的，放心吧。救命啊！紫妍，放开我！放开！怎么会是你？看他的衣服，就是他。你来真的对吧？敢抓夜兰山的小妖，还被我们撞见了。于墨，别听他狡辩，先收拾他一顿，给失踪的小妖报仇。小妖失踪与我无关，小弟弟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我绝不相信。抓他呢，是因为他偷了附近农家的鸡，农夫不义，该教他好好学学规矩。紫妍，此话当真？我看到有好多肥肥的鸡待在一起，想拿回一只给颜淡姐姐烤着吃，不可以吗？那你的衣角又是何时破损的？去熔岩石烧的。果然是你。山境之中，小妖失踪，与你可有关系？于墨，我们有过约定，互不相犯。不是吧？这种鬼话你也信？他们衣服是一样的，就算不是他，那也是他同门干的。天师道袍呢，大多都是相近的，不能仅凭断损衣角就判断是我们凌霄派所为。这件事我要好好查清楚。若真是我派中人，我不会让人杀了他的。好，你要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，否则我绝不会饶了凌霄派。于墨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一直跟着我吗？我只想确认他的安全而已。可是，颜淡他不想见你。等他回山，我也该走了。忙活了大半天，终于靠花瓣雨把他们2个凑在了一起。这水花灯都是你赢的，
没想到大赢家却拖家带口的，带着大家来放行礼了。要上演佳话，这主角身边肯定得有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友。再说，我既然要当靠山，我自然要当仁不让了。若是再不给紫菱创造点机会，那琳琅肯定要急疯了。哎，这些话如果你早告诉我的话，说不定他们俩的孩子都有紫妍那么大了。山主，锦鲤一直待在这里不肯走，你也是鱼，能不能同他讲讲道理？不游远一点，会被人抓回去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看啊，他是不是在那边啊？紫妍，你看那儿。唐周，不知道吾亲自来，能不能请唐天师回去？四海升平春展颜。九重天上，你曾许愿6界和平，时过境迁，你却未变，还是那个满心只有天下的帝君。是后悔把水花灯送人了吗？如果你还有愿望，我再去替你赢一场。没有了，我的愿望在那天放烟花的时候都已经许完了。唐周，你可知错？情急之下，误伤同门。唐周认罚。你若知错能改，速断情爱之念，我便念在你过往功绩，对你从轻发落。掌门误会了，我认罚，但不认错。你说什么？昔日我秉承师训，不涉红尘。曾是情爱如猛兽心魔，后法环警醒促我断念，我也害怕自己会坠入深渊。但情发乎于心，心不死，念无尽。若有心便是错，那么人间情义，天下大义，又有哪一个是对的呢？我宁愿情深自苦，也不做无情之人。无错，自然不认。荒唐！你既执迷不悟，就休怪门规无情。来人，上界庄。掌门，师兄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会改的。好，刑罚之前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可愿断情绝爱？不愿。唐周身为掌门继承，
犯下情戒，依门规，凌霄派上下皆有助他悔改之责。自我儿时，凌霄弟子每人都问他一遍方才的问题，答案不变，戒便不止。唐周，你可愿断情绝爱？不愿。秦启，你也想背逆师门吗？师妹，动手。师兄，你可愿断情绝爱？不愿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紫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四海升平春展颜，笑眼深深柳眉淡。颜淡，难道他的心愿竟是盼我展颜一笑吗？他受了多少鞭？回掌门，9981鞭。你还要坚持吗？是，我不愿意。真是疯了！罢了，今日先到这里，把他关进思过间，待他清醒些再继续。是。迷惑他的人是不是颜淡？丹叔，丹叔，这手怎么了？我看看。颜淡姐姐，刚刚我在练剑呢，不小心把自己练伤了。我帮你疗伤吧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有药。紫妍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啊？紫妍啊，她说紫林山主做姐夫不够英俊，怕被其他狐狸嘲笑，躲在房间里哭呢。狐族这种以貌取药的性格可真不好，你以后不能跟他学，知道吗？哎，颜淡姐姐，你看好了。山境中何时有这样的药？这不是山境中的药，这是我昨天逛庙会的时候买的。谢谢你，于墨。我现在能力低微，无法将你的伤痕去掉，但我相信大千世界总有一天，我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，将这些伤疤去掉的。在哪儿？带我去。好。颜淡姐姐，就是他。
你这小妖，居然寻到这里来了。原来你也是妖啊！你，我乃深山中的一株何首乌，喜欢替人治病，所以才跑到这人间来的。眼壁丹中有一位也是何首乌，怪不得。你知道眼壁丹？花精一族。前辈，我见您的药遇伤便可复合，眼壁丹中有一味药也能助人恢复容颜。我有位朋友，他身上有许多经年疤痕，不知道您是否能够配制出祛疤灵药？这一般疤痕，此药足矣。但对付陈年旧疤，尚需一味药引才可根除。这药你拿去。多谢。药引的方子我写给你。你既是花精，那我们也算是远亲。我提醒你一句，这样的稀罕物可不好找啊。这位朋友对我恩深义重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其实也没那么难找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向他收点钱。颜淡姑娘，我终于知道，当初唐师弟为何要阻碍我们的婚事了。那时我若再坚持些，你的选择会变吗？你们这一帮人把我拦在这儿，就是跟我说这个？你脑子怕不是有什么病吧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来请你随我们去见唐周。唐周跟我也毫无瓜葛，你们回去吧。果然是他一厢情愿，如此甚好，我定会在掌门面前替你摘清，不让你受一丝连累。掌门？到底是谁要找我？唐周怎么了？姑娘不必知道这么多，随我走便是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颜淡姑娘，掌门之命不可不从，那便只有得罪了。不准你们欺负颜淡姐姐！大叔，这不是从降妖堂逃走的小妖吗？是他，我也记得，他是只狼妖。你为何会和妖在一起？莫非那日降妖堂出事，与你有关？小心！你没事吧，丹叔？没事。你竟也是妖？道远师兄，我们两个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妖，我们一心向善，没有做过任何坏事。您也是谦谦君子，之前我们相识一场，你应该知道我并没有说谎。能不能看在过去的交情上，放过我们，让我们离开这里啊？我竟被一只妖蛊惑，你其心可诛。不错，这才是正常的捉妖师看到我们的反应。布阵，捉妖。丹叔，快走！颜淡姐姐，我走不了。他露出妖味之时，我便在他身上下了镇邪咒。此等小妖，我动动手指就能将他的骨头捏碎。你若不想他死，就跟我回去。我们狼族生来就是硬骨头。颜淡姐姐，你快走，别管我，不可被他们抓住。丹叔不怕，姐姐会想办法。我们先跟他们走。我跟你们走。师兄，不必来救我。掌门派人捉回了颜淡。他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他们发现了颜淡的身份。师兄，你果然早就知道。师兄，
你怎么这么傻？严旦虽然是妖，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受死。这就是你们凌霄派的待客之道吗？妖孽入我凌霄派，只配得到这样的下场。小小花妖倒是有些手段，竟能掩饰妖气，欺瞒我全派上下。想必那次降妖堂出事，也是你的手笔吧？不是唐州要找我吗？你们让我过来见唐州，他人呢？你不会再见到他了。你若为人，我尚需费些脑筋；可既然是妖，那就好办了。这诸妖竞阵，如万蚁噬心，能让你的妖灵一寸寸化为齑粉。这是你胆大妄为，引诱凌霄派继任掌门的代价。我虽为妖，可我从未做过一件恶事，也未曾引诱过任何人，跟唐州更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们凌霄派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杀我，难道你们修的是弑杀之道吗？你的妖力的确不俗，难怪敢在我凌霄派大放厥词。不过，到此为止。修士之道，修的是纯阳、澄净。为何在你的法力当中有如此重的邪术？凡间失踪的小妖，是不是皆被你所抓？堂堂凌霄派的掌门，竟私练邪术，你与你口中的恶妖有何区别？死到临头还在这大放厥词，妖言惑众，众弟子听令，诛妖！是谁放他出来的？掌门，此事与严旦无关，请不要上当。唐州，你可还记得我凌霄派的立派之旨？当今天下妖邪，惩恶扬善。你难道忘了你的师父唐江是如何死的吗？他正是相信了妖，那狐妖利用他盗取秘法后，却残忍地杀害了他满门。掌门。人分善恶，妖亦如此。严旦他本性并不坏，不要替他开脱。他利用你，祸害师门，私纵降妖堂小妖，与那狐妖有何区别？难道至亲之人以命换来的教训都不能够警醒你吗？今日此妖必斩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便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亲手杀了他，先秦之事既往不咎，你仍然可以继任掌门。若你执迷不悟，不思悔过，他的性命便由我来取。自己选吧。既不开口，便为应许。我来。果然，无论是应渊还是唐州，你都还是会选择责任、道义，
而我永远是那个可以被舍弃抛下的。这一次，姻缘，我不会任由你再伤我。燕丹，我决定不做凌霄派掌门了。最美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为你，寂寞的堂堂我可以不做神仙。遗忘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堂堂的帝君，你走过3界万年，俯仰一世，在你的心里，难道没有任何人、任何情让你心动过，想要让你摆脱这天条的束缚吗？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衙茅屋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我已心绪苍生，再容不下旁人，一剑不还，日后亦是永诀。唐天师，我早就说过，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许诺。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肝胆再开人厮守。本以为这个法环能约束我，原来情难自控之时，他已无计可施。我说过，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的心意都不会变。掌门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。杭州，你一错再错，难道要欺师灭祖吗？我是师父捡回来的孤儿，自幼长在凌霄派，会有一日敢忘师门之恩。今日情非得已，有违师训，自知愧对师门，我愿散尽修为，自逐出门。还请掌门念在往日情谊，让我带严丹离开。修为乃万术之本，你为了他，你当真要做到这一步吗？
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担心，只是今后我没法再欺负你了。逆徒，真是逆徒！当年唐江真是白捡了你，我也白看住了你这么多年。一身修为，师门所授，已尽数散去。凌霄派再无弟子唐周。你可以走，但我可没答应你带他走。我凌霄派绝不放过任何妖孽。我带你走。你们是我的同门，即便我修为还在，我也不会对你们出手。想杀我的，尽管过来。但是今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带走他。住手！我们大家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们之中谁未曾受过唐周师兄的照顾？唐周师兄对我们而言就像亲兄弟一样，你们难道真的忍心看他死吗？云墨，人我先带走了。贵派行事不正，他日定再来拜会。伤势已无大碍了。你仙衣都快溢出来了，为何不早说？为了救我，连修为都不要了。如今修为尽失，身体如此虚弱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不必有负担。我之前送你的花瓣，你赶紧服下吧，那个可以止痛。怎么了？还是那花瓣，你之前已经用过了。那花瓣是你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了。你看，我已经没什么事了，都已经无大碍了。这里距凌霄派很近，你们快走吧。你够了啊！救完人还要演苦肉计，明知道严旦是如此义气之人，不会转身离开的，你还这么说？行了。可是如今你的仙衣已经破损，还敢散掉修为，你的小命可没从前硬实了。花瓣还是省着用吧。于墨，刚才你说贵派行事不正，是何意？
凌霄派杀妖炼丹，有妖亲眼见证。不可能！我虽曾用炼丹去吓唬小妖，但凌霄派是名门正派，绝不会修炼此术。就算是朝夕相处之人，也有不为人知一面。方才苍红对我出手的时候，我便察觉他的法力有问题，绝非正道修行而来。我被关在降妖堂的时候，曾将一片施了破云诀的花瓣留给丹蜀。我们道士可以以此破开降妖堂大门的法阵，丹蜀如今还在其中。我们稍作休息以后，速速回到凌霄派救人。我正有此意。好，一起去。我虽然已经不是凌霄派的人了，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门名声受损。开门的阵法换了，以为有人会来救你吗？他们进不来的。那小花妖走了以后，一定放心不下你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死了，这一切证据便湮灭无形了。降妖堂的法阵10几年来未曾更换过，若是防你们救人，换与不换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他要针对之人是我。若苍红心中没鬼的话，他又何必多此一举？还好你给了丹蜀花瓣，不然这法阵该如何破呢？这夜兰山的靠山，靠得还挺熟练嘛。丹蜀，我们走。丹蜀，还好他只是晕了，没有伤到妖灵。掌门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逆途去而复返，是想明白了，想重回山门吗？看在你主动带回2只炼丹的好材料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，乃是邪术，但也是修仙炼道的最快法门，不是吗？妖在人间，为非作歹，本就该死。若是能助我增长功力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妖元，假以时日，我定能成为凌霄派飞升天界的第1人。原来凌霄派上下都只是你收集妖元的工具，你就不怕我将你做的事都昭告天下？到底是师徒啊！这句话唐江也说过。不过很快，你就会和他一样，再也无法开口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师父发现了你的恶行，你便将那残忍的杀害嫁祸给了妖，对吗？
是又如何？当初事发突然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也算是天助我也，让我能借此将你培养成我最得意的作品。你越是憎恨妖，便越能为我出力。说起来，这些年来，多亏了你。唐江对妖最是心慈手软。要是看到你这些年对妖赶尽杀绝的样子，定会是失望懊悔吧？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绝对不可能。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飞升？别做梦了！当你踏上9重天的第一步，便会被送上天刑台，灰飞烟灭都不足以治你的罪。3界之内，江州为尊，区区小妖也敢妄议天界。强者，你又对天界有多少了解呢？就凭你的法门，也不会有机会了解了。你现在主动承认，绝不是因为突然良心发现吧？聪明至此，都让我有些不忍心杀你了。不好，他刚刚都是在等妖力吸收。从你们踏进这里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不会活着出去。真没想到，这丹药的力量还挺强。你现在知道欺负妖的后果了吧？要不是顾及被关着的小妖，早把你的凌霄派给拆了。你现在的修为比白天强出数倍，就算吃了妖元，你的实力也不该如此。恐怕这份力量不完全来自于你本身吧？烟丹，丹属先交给你了。好。在那边，妖孽在那边，追，快！
你叛离师门还敢回来？你解了镇妖链，如此只为化去他的妖力。掌门，掌门身上怎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。见阴谋败露之后，他不惜吞下数百妖元，以致妖气纵横。唯有以此链锁住，否则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唐周，你为何给我下毒？该抓的人是唐周，他与妖勾结，妄图偷袭我派，被我发现，这才下毒诬陷。他知我平生最恨妖邪，故意用妖毒羞辱于我，何其歹毒啊！昔日你曾教导我们，降妖堂是教化恶妖之所。杀妖制服理所应当，降妖堂就在那边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，看看那些妖力微末的小妖，他们所受之伤，便知道谁在说谎了。不要再妖言惑众！如果我真的杀妖炼丹，那降妖堂里必有痕迹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进去一探便知啊！苍红，你以为你把炼丹炉炸了就能毁灭所有的证据吗？就算你机关算尽，但你忘了，你是用火灵炼丹，哪怕只剩一点火星，它也会飘向自己的主人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曹洪愧对凌霄派先祖，愧对唐江，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唐周，看在这些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，不要杀我！小心！世间幸福毁于一旦，唐周，我要杀了你！苍红杀妖无数，却死在降妖堂前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掌门死了，镇妖链断了，凌霄派完了。唐周，唐周。想进去看他，就去吧。他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，
便与苍红生死一战，凭这些凡人之力，未必能将他救醒。你不是在清点受伤的小妖吗？情况如何了？我已经让丹叔和受伤的小妖们先回山境了。那些没有回来的，也许永远无法随我们回家了。无论怎样，我们也算是替他们报了仇。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。现如今人数清点已毕，我们随时可以离开。但是，没有看到唐州安好，你我都没法安心。师兄，师兄，太好了，师兄，你终于醒了。其他人怎么样了？师兄弟们都很好。师兄，你之前说的，尽都是真的。苍红他一直以来都在利用我们所有人。唐师弟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怪了你。如今贼人已除，今后凌霄派就全靠你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苍红之恶，在于一己之私利。全凌霄派因为他做了许多错事，如今大家应该想一想，今后该如何自处。是，这几日派中争议很大，大家都不知道以后是否要继续除妖。就连降妖堂那些小妖们，也是争论了很久之后，才最终决定放他们离开。能放小妖们安然离开，经此一事，可见凌霄派已与从前大不相同。妖妃禁恶，苍红定下的那些严酷门规，你们商讨之后，皆可废除。至于今后该如何行事，当由全派上下共同决定。青青，你秉性善良，人缘也是最好的。日后派中各事，当由你带头主持。我知道了。如今凌霄派大乱的消息，恐怕很快就会传出去，寻仇的恶妖必将会趁虚而入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必须加强人手巡查。道远师兄法术高强，待他平静之后，你们需听他的安排。还是唐师弟想得周全，我一会儿就去和道远师兄说。放心吧，凌霄派定能顺利渡过难关。你为何还不进去啊？师兄，你伤还没好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已非凌霄派弟子，自然是离开。可苍红已经死了，你是唯一的掌门继承人。方才你交代了那么多，难道不是为了和我们一起共度难关，重振凌霄派吗？是啊，师兄，是啊，师兄。交代这些，是为了尽一个前凌霄派弟子最后的责任。如今，我也不再是什么掌门继承人，我只是我自己。大家保重。唐师弟，唐师弟，你要是走了，凌霄派就完了。师兄，如今能够主持大局、继任掌门的人只有你了。我们如此恳求，你当真不可留下吗？你们回去吧。从前我选择修行，一切为了大义为先。但现在，我只想为了自己而活。凌霄派对于我而言，如昨日幻梦一场，绝无归途。
唐周终究不是应渊，他跟应渊一样，十分看重责任，却不被责任所束。你又怎么看待应渊呢？我突然有点同情他。凡人唐周可以选择随心而活，可身为帝君的他，却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徒儿愧对师父。多年来，受苍虹所蒙蔽，杀师之仇未报，反助纣为虐。往日种种，甚为可笑。您在九泉之下得见，定对我失望之极。幸而天道昭彰，您的仇终还是报了。这是我捉到第一只妖的时候，你送给我的玉葫芦。你教会我的本事，我一直都没有忘过。如今，恐怕再也做不到。师父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师父。唐周，最近发生了太多事，我想一个人静静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别再喝了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给我下了不离锁吗？不让我靠近吗？若是想要逃离，或者想发泄，我和于墨都会陪着你，但是不能再喝酒了。你的伤还没有好。不必如此，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哪路的呀？从小，我就是为了捉妖而修行，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路。可如今才发现，这一切都是骗局。我一心以为自己在一直替天行道，却不知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生灵。
如今我的修为散尽，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。我不再是捉妖师了，可捉妖师唐周又是谁？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仙吗？不，我不是的。可我也不是我。小二，哎，再给我拿一壶酒。好嘞。不用了。燕南，你不必同情我，你走吧。你别再喝了。唐周，如果不这样，他怕是不会停下的。他的修为已经散尽，又经历了一场恶战，现在体内仙意的痕迹又扩大了。他必须得快点找到下一个神器，如若找不到的话，他体内的仙意会爆体，那样他会没有命的。他未必不知，这次苍红的事对他打击过大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助他走出心魔，不然他不会再继续寻找神器的。雨墨，如若我们能成功说服他，我们能不能陪他继续找下去？凡人唐周是我们的朋友，我当然愿意助他。来了，酒肆关张了，城郊闹鬼，老板路过的时候被吓病了。若是以后还想有酒喝，不如一探究竟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喂，老板说你欠了他很多酒钱，捉妖师不做了，这人还是要做的吧？别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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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地距凌霄派不过10里，从来没有妖敢靠近过。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就不怕被抓了吗？以前自然不敢，不过听说凌霄派大乱，我们自由了。没有人管就可以出来闹事吗？你们很丢腰脸，知不知道？我们就和凡人开开玩笑，没想伤害他们。别人觉得好笑，那才是开玩笑。你们这是吓唬。坐好了，好好反省。唐周，凌霄派之过是苍红一人的错。这些年来，门下弟子也一直在降妖除魔，确实保护了很多百姓。凡间散落的众小妖，他们脾气秉性各异。作为野兰山山主的我，深知归正他们究竟有多难。而且铲除恶妖，于人于妖，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你不必自责。你们3个小鼠妖，不能因为自己是妖就胡作非为，
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无论是人或者是妖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妖。你看我身边这个人，他没有天师的身份，也没有凌霄派的作风，可他依旧在除恶扬善，做一个好人。你们应该向他学习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酒肆老板真的是被他们下病了吗？是我们付了钱，让他关业的。可是这些小家伙吓唬人也是真的，那些人被下病也是真的。你觉得我们这么做对他有帮助吗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依我看，就应该好好揍他一顿。我看这小子略微欠揍。我还是去看看他吧。这些小鼠妖交给你了，好好教育他们，注意安全，好好反省啊。一个人躲在屋顶上来喝酒啦？你是来撒酒瓶的吗？道士也得有啊。一个人这样干巴巴的赏月多无聊啊！正好我回来呢，带了点糕点。其实好东西我是不想分享的，但是看在你今天除妖有功的份上，一起吃吧。当初在兰溪镇抓你的时候，你假装小贩，卖的就是这白玉糕。当时呢，我饿了，就吃了几块。我始终记得这个味道。你还提呢？提到这个我就生气。刚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吃了我们那么多白玉糕，还把我关在你的玉葫芦里，一关就好几天，都快饿死我了。我现在想到这种事情，都想画个符诅咒你。那你要我帮你忙吗？那时候我以为所有的妖都该杀，幸好没有将你收进降妖塔。今后做事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。你刚刚说今后，你好一点了吗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好一点了吗？燕丹，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疏远我了。月末说，那个人伤你很深。上元节那天，我看你笑得很开心，所以你应该是好一点了吧？我本想着看你安好了就离开，但没有想到又连累了你。上元节那天，我看到你的花灯了。还有一次我中了寒毒，在神霄宫外放了一块熔岩，放熔岩的人是你吧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燕丹，你突然向我道谢，听起来有点不太习惯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想知道，你好点了吗？多吃一点吧。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不小心划伤了而已。你也吃。这个味道还是和之前一模一样。
快走，严丹！严丹！我不会再用剑指着你了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再用剑指着你了。严丹，严丹。原来如此，你已经在梦里，也不想伤害我。圈圈心意，时不能应，唯有还你一个如愿美梦。本店所有酿酒的珍稀材料都在这儿了，姑娘你可以慢慢挑。百花露水在天界唾手可得，在凡间却成了稀罕之物。这已经是第8家了，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老板，这是百花露水吗？姑娘，你可真是好眼光啊！这可是我家祖传的秘方，据说是从上古年间流传至今，由上百种花的出露汇集而成。不过此物可要纹银150两啊！我买了。恢复记忆之后，你的变化还真是挺大的。要不然夜兰山的山主之位给你做？别闹了，我现在只想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其他的不过都是虚名罢了。那你怎么突然间想起如愿酒了？唐周总是做噩梦，身为朋友，我不想看他那么痛苦，所以想让他试试这个。秦启，元旦，你怎么下山了？是来找唐周的吗？师姐，猫妖呢？这猫妖太过狡猾，又让他给跑了。猫妖已祸害我府上多日，频频骚扰我家小女，她已被吓得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。本以为你们可以降妖除恶，谁知这鼎鼎大名的凌霄派出动这么多人，竟连只猫都抓不住，徒有虚名，无能。抓不到妖怪，钱我是不会给的。我看以后你们也别做什么妖怪了，趁早换个行当吧。哼！劳烦请留步。凌霄派，并非是你想的样子。你也是凌霄派？我们虽然不是凌霄派，可我们受过凌霄派天师的恩惠。当年我全家被恶妖所抓，多亏凌霄派的天师从天而降，将我们全家解救出魔爪当中。你们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没齿难忘。哼，那想必是昔日的凌霄派。如今凌霄派掌门已死，群龙无首，门下弟子一遇到妖怪，一个说要这样，一个说要那样，自己先内讧起来了。猫妖折腾得我家宅不宁，2波捉妖师折腾得我房子都要塌了。我想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，我向您保证，3日之内必定会抓到猫妖，给您一个交代。